在没见过恐龙的孩子们眼中，这种巨型生物就是神秘的存在，多少带点憧憬。所以当孩子们在博物馆中看到恐龙的4D 电影时，非常的激动；看到恐龙灭亡时又非常难过，一整个被牵动了情绪。因此，关于之后人类进化的影片，八仔直接看到睡着。不过咱们说了，这是4D 电影，那就是色香味面面俱到，奇异的原始气味扑面而来的极寒气息，让他困意全无。然而一旁的马基却不为所动，手上忙着刷信息。看到突然出现的房主协会让自己收玩具，多少有点不能理解，自己家还轮得到你们指手画脚。他画键盘为干戈，疯狂抠字儿时，嘴里的碎碎念越来越大声。西莫赶紧跑来阻止他，孩子们难得集中注意学习冰河时代的知识呢，你这不添乱吗？马基立马闭了嘴，但心里头却相当不爽。这些冰河时代知识能和自己有几多关系？嘿，那还真是亲密无间。2万年前的冰河时代，某个不知名山丘的颠颠上住着原始人辛普森一家，家中的顶梁柱虽然是老莫，但是马基为母则刚，也会为了孩子们的午餐而去冒险。他拿着动物皮毛制作的弹弓，摸索到了蛇窝，一手都下去，赖皮蛇翘了辫子，被辛普森一家开膛破肚做成了一锅生肉片。这杀伤力不是盖的，和那时候为了果腹什么都吃不同。现在的八仔哪怕看着那一柜子的快餐，依旧觉得没什么好吃的。马基想教育孩子，这世上还有很多地方的人们吃不上饭，八仔却全当耳旁风。他宁愿去听眼镜仔父亲又一次找到新工作的事儿，说是铺地板被封下面2天了没死，为了堵他的嘴，管理人员送了他4张暴力巨人演唱会的票。八仔激动坏了，他可超想听这个乐队的无厘头谋杀歌曲。然而马基却给他禁了足，觉得小孩子逛逛博物馆就行了，去演唱会被挤扁了怎么办？八仔觉得自己不是3岁小孩了，还是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可惜马基还是不松口。八仔甚至专门讲那个乐队是用西语唱歌的，自己能去学习。一旁的丽莎一听就知道老哥没憋好屁，贴心给老妈整了个为和谐原版外加歌词翻译。这下好了，彻底没戏了。八仔想不明白老妹儿为什么要和自己对着干。丽莎掏出了自己被八仔恶搞分尸的玩具，反问他：你觉得为啥呢？无奈八仔只能电联眼镜仔家，希望他妈妈帮忙说服一下自己老妈。结果对方却斩钉截铁地说绝无可能，因为他不再收到邀请了。更何况八仔是作为家长，绝对不希望自己孩子交往的朋友首选。他告诉八仔，你是个完全没救的糟糕朋友。孤独无助又可怜的八仔，一如2万年前躲在石墩后面却还是被野狼发现的倒霉孩子一样。马基在看到孩子受到威胁时，激发了护崽本能，一柄石刀就插到了狼腿上，将他击退。所以在听到孩子委屈巴巴的将卢安的话告诉自己时，马基瞬间怒不可遏，自己原谅了他那个傻儿子在自己家瞎胡闹，他居然还敢嫁给我们，没有人可以撤回对自己儿子的邀请，哪怕自己最开始不同意他去。马基怒气冲冲，让老们和自己一块出发，去找那夫妻俩理论一下。孩子就先交给亚伯来带。早在2万年前，亚伯就已经是辛普森家的一员了。冰天雪地，几人聚一屋子，全都食不果腹，饿得肚子咕咕叫。就算是这样，亚伯依旧会将自己的那一点残根分给3个孩子，执意冒雪打猎。老莫虽然很想阻止年岁已高的老爹，但还是选择尊重他的决定，给他一个拥抱。至少那时候望向父亲背影的双眼是不舍的，哪像现在，对亚伯那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雨夹雪的天还埋怨人老头来得晚。总之在这样寒冷的天气下，夫妻2人为了儿子冲锋到了眼镜仔家。马基一上来就开门见山地说，卢安那些话很伤人，给孩子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阴影。卢安却说自己说的句句属实，他觉得自己已经在孩子们过去的矛盾中给了八仔机会，但他自己不中用，这是事实。俩丈夫一听就知道完蛋，女人间的嘴炮比男人动真拳头还恐怖，那牙抢那威力简直恐怖如斯。本想平息矛盾的眼镜仔爹却是越描越黑，这下本来没有参战的老莫也站了起来。对他来说，马基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他可比你们这一家子依赖式教育还要一起洗澡睡在一起的变态好太多了。既然他们对自己家孩子教育这么狠，马基觉得他们就没必要掰扯了。回去的路上，他告诉老莫，别人不请我们就自己去，立刻马上给八仔买4张演唱会内场前10排的票，多少钱都无所谓。现在卢安就算来找自己什么麻烦，都给我来吧。这争斗型也是从血液里流传至今的，大夜里哪怕是风吹草动，马基都会做好尖利的武器去抵御外敌，用鲜血做自己的勋章。那时的老莫更是枪在手天下有，赤身穿越荆棘地，用血开一条路。就看现在，为了刷新好几个网页签演唱会的票，腱鞘炎都要犯了。此时的他肩负重任，为了不让儿子死，必须冲锋，当然是在同龄人中射死。他一边按摩一边抢票，努力是有回报的。伴随着老莫的欢呼，他终于抢到了包含加入前排俱乐部的 VIP 套票。要知道贝克汉姆的孩子们也曾经在这里头 happy 过。马基为此接连给了老莫好几个香吻，这也给了八仔装逼的资本。他打算给眼镜仔致命一击，将他的演唱会搭子全都揽到自己这边来。没有哪个小孩能抵挡住 VIP 的诱惑，眼镜仔难过极了，自己居然就这样被背叛了。尼尔森安慰他，不要伤心伙计，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你，那几天都是装的，所以也不存在背叛一说了。眼镜仔还在挽留，哪怕
怕自己还有被霸凌的价值呢。可惜这一点也被尼尔森剥夺了。丽莎注意到了异常开心的老妈，她的行为多少有点过激了。为了证明自己，她甚至专门印了个反卢安 T 恤。丽莎告诉母亲，她的原始大脑在作怪，让她进入了不是战斗就是逃跑的状态。显然玛姬现在是前者，她应该接触到更加高级的大脑功能。丽莎决定给老妈来个放松的冥想时间，专门点燃了那根贵得要死的蜡烛，让她深呼吸，明白自己的孩子没有遭到威胁。作用当然是有的，玛姬明显轻松了不少。这天晚上，春天小学召开了家长会，玛姬以极其舒适的造型躺在座位上，还没享受多久，那颗眼中钉又冒出来了。卢安动议以欺负自己的儿子为由，将玛姬开除出家长教师协会。玛姬再次触动了原始本能，在他眼中，忽然来犯的卢安和那只觊觎自己孩子血肉的野狼没有区别，而作为母亲的玛姬拿起长枪与他对抗也是人之常情。他拿起话筒站起来质问卢安，何为欺负？难道你千方百计排挤八仔就不算欺负吗？让一个青春期孩子感到冷落和忽视，更让台下的观众们感到愤怒。卢安自然不会坐以待毙，被长枪刺伤的他开始反击，说八仔总是脏话连篇，是家教问题。说到家教，玛姬可来劲儿了，就他家那个会车后队友还好意思说别人家有问题。卢安又换个角度攻击玛姬，说他分不清瑞典鱼算不算蛋白质。玛姬觉得那无所谓，毕竟八仔喜欢自己做的午餐，不像眼镜仔，他可是出了名爱和别人换午餐的孩子。最终这场决斗谁都没赢，打了个两败俱伤。家长们急忙上前劝架，老莫也替妻子擦干净了脸。唯一的茅草屋被狼给破坏了，一家人只能搬迁到山洞里，这样狼就算想破坏都没辙。到了演唱会当天，八仔远远就看到眼镜仔居然带了几个被骗的幼儿园的孩子们一起去看演唱会，简直不要太搞笑。孩子们还天真的以为自己要去看熊出没了。玛姬开车打算进入停车场，却被告知必须要用 app， 不能使用纸质票。玛姬只能联系老莫，谁知这老小子主打的就是断舍离，抢到票就卸载了，密码也全删了。玛姬本就在气头上，还听到了苛刻的声音，没想到啊，两家打得这么激烈的时候，老莫居然背叛自己的孩子。现在的老莫在玛姬心中和一个死人已经没区别了，就当是被狼杀掉了。这时候罗安还来嘲讽玛姬，让他好好回去刷朋友圈，好好看看八仔错过了什么。玛姬还就不信了，老娘票都卖了还进不去？他一脚油门直接往里拐，带着孩子们杀了进去。但眼下他们又遇到了难题，巨大的栅栏拦在前面，一如那无法跨越的悬崖。玛姬如有神力，直接力拔山兮，将旁边的老树放倒做桥。他将孩子们扔进栅栏，来到了队伍后面。没有 app 无法进去，依旧是一个难题。不过玛姬有计划，这种演唱会最忌讳自带零食了。他将薯片塞到了后面两个幸运儿包里，趁安保去抓人时进入了内部，距离目的地只差一步之遥，狼却已经等待在此。此时玛姬视死如归，要么穿着 VIP 俱乐部价值50美元的 T 恤，要么带上云桌子离开。他打翻黄油，利用闪光灯闪瞎了安保的眼睛，终于进入了 VIP 俱乐部。但此时孩子们已经经不起折腾，失去看演唱会的欲望了。玛姬闻言愤怒至极，难道要自己就这样向罗安认输吗？八仔需要此时的母亲好好看看镜子中的自己，他会怎么想，会怎么去做选择呢？玛姬终于意识到自己错了，被情绪拉扯的感觉只会连累自己的家人，但他一切这样做都是为了不让孩子出事儿。八仔希望母亲明白自己真的长大了，就算出事了自己也能应付，但他唯独害怕自己失去唯一的好家长。孩子的认可超越了罗安的否定。玛姬向来不是坏人，哪怕是在2万年前那场缠斗中，他依然选择折断自己的武器去帮助被砸伤的野狼。其实眼镜仔也不明白为什么母亲不让自己邀请八仔，虽然八仔是个坏榜样，但他是唯一愿意搭理自己的孩子。罗安这才明白自己不想让孩子近墨者黑，却忽视了他们之间的友谊。这时候玛姬也拿着 VIP 票走了过来，如果没有最好的朋友，就算是前排也没什么乐趣，两个家长间的矛盾也就此瓦解。最后看来也和男人们没什么关系嘛，妈妈们独美。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这里是草泥影院，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小视频我们再见。